全球思想者的专业媒体，来自各大智库、顶级媒体评论简报。拥有核武器的韩国是一个危险的误判。外交政策，预计拜登总统本周将与韩国总统尹锡悦会面，以应对来自拥有核武器的北韩和中国不断升级的威胁。虽然两国必须合作，但一些韩国政界人士呼吁首尔发展自己的核武器。然而，韩国应该抵制寻求核武器的诱惑，因为这将导致其与强大的全球行为者的关系破裂，破坏其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角色，并破坏东北亚安全局势的稳定。此外，如果韩国继续实施该计划，它成为民用核技术领导者的努力可能会失败。相反，美国和韩国应该努力加强联盟，以应对新出现的全球挑战。美国必须想方设法避免与中国发生核风险，而韩国应利用与美国总统的峰会，公开重申其对核不扩散条约的承诺，以免危及国际稳定。中俄合作是否损害了印度的国家利益？外交官米哈尔·蒂姆 Michael Pham 在外交家中指出，俄罗斯深化与中国的伙伴关系并不损害印度的核心利益，并补充说俄罗斯没有以任何方式帮助中国伤害印度。然而 Pham 指出，俄罗斯实际上通过向印度和中国出售武器来损害两国的国家利益。Pham 还强调，中国被视为俄罗斯武器比印度更重要的客户。目前，中巴联合研制的 JF-17战斗机使用俄罗斯发动机，用于2019年对印度领土的袭击。Pham 认为，印度的外交反应模棱两可，给新德里带来了比实际利益更尴尬的时刻。印度于2017年加入由中国和俄罗斯共同领导的上海合作组织 SCO， 但巴基斯坦同时被接纳加入该机构。加入上海合作组织涉及至少是宣言性的反恐合作和联合军事演习，但印度主要受到来自巴基斯坦的恐怖主义和中国武装部队的威胁。Pham补充说，尽管有后门外交的潜力，但印度的无声压力从未实现或有效发挥作用。俄罗斯与中国不断扩大的合作，加强了印度的另一个竞争对手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不再是与俄罗斯没有安全合作的国家。此外，莫斯科对伊斯兰马巴德的热情和中国的支援只会加强印度的信念，即它不能再依赖俄罗斯的安全，必须探索其他选择。当战狼嚎叫。外交政策，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 Lucia 表示，他们作为主权国家没有国际法中的有效地位，这引起了前苏联国家的愤怒。这些评论阻碍了中国与欧洲的关系。自去年 COVID-19 爆发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国与欧洲的关系有所下降。这些言论也与中国的官方立场不同。北京一直尊重前苏联国家的合法性，并在过去3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与他们保持住良好的关系。如有激进的民族主义言论的历史，包括指责加拿大的白人至上，以及支援在中国征服后对台湾公众进行假设的再教育。尽管卢的声明退后一步，但观察人士评论说，这种看似咄咄逼人的姿态似乎不符合中国的议程。中日外交的跌宕起伏。外交官外交家的一篇评论文章说，日本已经转向对中国的遏制政策，并正在寻找机会在这种方法的背景下修复关系。它凸显了两国关系最近并不乐观，因为日本制药高管在中国被拘留，以及中国不愿与即将离任的日本驻华大使会面的问题。虽然日本希望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但它正在寻找在更广泛的遏制政策下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然而，已经出现了积极的迹象，外交部长之间的会晤和总理之间的电话。欧盟经济一体化的下一步。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根据这篇文章，欧盟EU面临重大挑战，这些挑战凸显了在金融和财政问题上加强一体化的必要性。虽然欧盟包括一个成功的一体化实验，它提供了比美国更大的市场、单一货币和超国家的政治结构，但作者强调，鉴于欧洲银行业最近的麻烦，需要通过创建一个中欧保险存款计划来加强金融一体化。该计划可以迅速采取行动。提出的一个问题是，由于富裕国家的反对，实施这种计划很困难，这些国家通常位于欧盟北部，如德国。此外，文章还强调了建立一个完整的财政联盟的必要性，由协调成员国年度预算的欧盟机构管理，可能通过欧洲保险存款计划或通过联合发行债务。作者还呼吁欧盟成员国在国防和边境管制等问题上牺牲主权，以实现金融和财政问题的更深层次整合。他认为，欧盟成员国必须明白，
多边主义在世界上正变得越来越弱，确保相关性的唯一途径是通过更深入的欧盟一体化。文章的结论是，为了实现这种深度一体化，欧盟需要一个强大的欧洲政治共同体，通过更深层次的经济一体化来促进，以建立一个欧洲统一战线。韩美峰会将公布加强核威慑的新努力。外交官，美国总统拜登计划利用韩国总统尹锡悦的国事访问来强调额外的核威慑努力和一项新的网络安全举措，以防止北韩袭击韩国。由于北韩核弹道导弹试验的增加，首尔和平壤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韩国热衷于强调美国核威慑支援的重要性，因为对美国所谓核保护伞的实力的担忧日益加剧。拜登还将利用这次访问强调韩国和日本加强安全关系的重要性。新的威慑努力的具体细节尚未公布。上周，在尹锡悦进行国事访问之前，美国、韩国和日本举行了针对北韩核能力的联合导弹防御演习。俄罗斯会控制乌克兰上空吗？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乌克兰的防空系统几乎耗尽了导弹。美国国防部的泄露的机密档警告说，虽然乌克兰军方仍然能够保卫其基地和装备，但缺乏导弹将使该国无法保护其城市和基础设施。这意味着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的电网可能会比以前的冬天遭受更大的损失。尽管北约向乌克兰提供了武器，但迫切需要更多的防空设备。俄罗斯在与乌克兰的战争中一直非常咄咄逼人，过去几个月的导弹袭击保持相对稳定。然而，俄罗斯飞机尚未进入乌克兰领空，因为该国的防空能力将使他们容易受到攻击。这意味着乌克兰公民，特别是他们的基础设施和电网，正在承受冲突的大部分物理影响。前面提到的国防部档警告说，由于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减弱，长期危机正在加剧。奥地利的极右翼又回到了榜首。外交政策，据专家称，极右翼的奥地利自由党 FPO 正在重新获得支援，并可能成为该国的主要政治力量。该党在被指控其领导人参与不正当交易后，于2019年卷入了政府改组，近几个月来利用了一系列因素，包括通货膨胀上升、能源成本以及社会对该国现任政府的不满。FPO 也与奥地利的其他政党区分开来。在塞巴斯蒂安·库尔茨 Sebastian Kurz 及其盟友出现问题之后，许多人当然说，好吧，自由党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糟糕，其他人更糟。维也纳民意调查专家彼得·哈耶克 Peter Hajek 解释说，左翼反对派目前没有提出替代计划。FPO 正在利用这样一个事实，即对伊维萨岛事件的记忆似乎已经消退，该党的前任领导人被牵连其中。为什么美国军方的信息被中东人置若罔闻？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根据防务1号的这篇文章，美军与中东盟国和伙伴的关系正在不断变化。虽然美国热衷于维持这些关系，但其中东同行正在越来越多地探索其他地方的联盟，并为在一个更加多极化的世界中生存做好准备。这部分是因为白宫、国会和美国公众对他们的安全需求表现出持续的怀疑态度。文章认为，如果美国希望继续成为该地区的关键角色，就需要对其中东盟友采取细致入微的态度。谢谢收看评论简报。